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 NDS 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魂斗罗4代》高难度模式通关，选择的角色是希娜。可能很多小伙伴看选了这个角色就会说：“大叔，今天是你玩的呀？”很遗憾，猜错了。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惊讶。本期是投稿的小伙伴是百合子。百合子之前一直在投合金弹头系列，所以我对她的定位就是合金弹头女王啊。没想到连魂斗罗也会玩，所以还是双料女王。看来以后私下里要和百合子多多交流啊。本作2007年发售于任天堂的 NDS 掌机平台。标题方面使用了数字4，说明它是正统的续作，并且作为系列20周年的纪念作品，也收入了大量的官方设定资料。关卡的流程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致敬类的彩蛋。人物方面，除了比尔、兰斯之外，还能够选择疯狗和毒蝎。其实疯狗和毒蝎就是美版的魂斗罗主人公的名字，另外再加上欧版的主人公机器人，以及2个女性角色，其中一位是来自于 PS2 平台真魂斗罗的露西亚，另外就是目前百合子选用的来自于魂斗罗铁血兵团的希娜，最后还有魂斗罗精神版的比尔，还有兰斯。这些人只是皮肤不一样，能力是一样的。大家一看这个角色就明白了，选择的很正确，防御力很高，并且也加入了一定的物理引擎。NDS 这个掌机最大的特色就是双屏，但2块屏幕中间是不贴着的，所以说当子弹从上屏到下屏，或者是从下屏到上屏的时候，会发生貌似折射的现象。其实它走的还是直线。这里大家注意，上方的这台机器驾驶室的舱口开了。它是可以驾驶的，驾驶之后可以通过上方的轨道向右移动，这样速度比较快，安全性也比较高。但是只能向前移动一段距离，轨道到头了，你就只能下车。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 战，老熟人了，防御墙。这也是在向魂斗罗的初代致敬。但这个 BOSS 有2阶段，第一阶段打爆之后，它会升起来，一共有2个弱点，都需要打爆。这个 BOSS 有2种攻略方式，其中一种就像百合子这样，稳妥一点，这也是百合子玩游戏的一贯风格。第2种打法就比较激进了，当你把 BOSS 的第一形态打爆之后，BOSS 上升的过程当中就使用 S 弹起脸射击，这样可以快速的秒掉。但是大家回忆一下，小的时候玩魂斗罗初代打防御墙，很多人也是用 S 弹怼上去射，不过有些情况下会被 BOSS 先打到，所以说有一定的危险性。刚才的防御墙可能是魂斗罗历代登场次数最多的 BOSS， 而且它的名字也有很多，除了防御墙之外，也可以叫做要塞、要塞之门等等。但有一个名字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名字叫做基震炮德斯特洛伊。为什么要记住这个名字呢？我知道今年官方是出了魂斗罗手游的，所以这些 BOSS 也都有了官方的译名。但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基震炮德斯特洛伊，
就是当年的中文官方名字。但不知道过了这16、17年，情况有没有变化？有玩过手游版本的，可以给我科普一下。现在这个 BOSS 的官方名字是什么？游戏的流程一共有9关，如果使用简单的难度进行游戏的话，是见不到最终 BOSS 的。第一关的关卡叫做丛林，第二关叫做生化实验室。第二关的后半段明显是在致敬初代的第3关，同样的纵向的卷轴，也有落实的元素。本作的剧情方面非常简单，故事发生在魂斗罗精神的2年之后。新的敌方势力叫做黑蛇，主人公一行就是为了打倒黑蛇。这种简单粗暴的剧情设置反而是比较符合我对魂斗罗的剧情期待。我不大喜欢后面的作品里边加入了前英雄背叛等等内容。一款动作游戏，大家射得爽就好了，非要在剧情上把比尔和兰斯这对红蓝 CP 给拆散。对于像我这种玩魂斗罗30多年的老玩家来说，感情上就过不去啊。其实本作为了应对上下屏这种特殊的显示机制，还是加入了新的元素的。比如说有了一个钩索，可以快速的通过平台进行跨屏的移动。但钩索的操作让我更多的想起了心魔复活。这个 BOSS 也是老熟人了，叫做延寿魔神像。清完这些杂兵之后，他就会现身。战斗一共是2个阶段。在这儿先打头，就要躲他的爪子。它的爪子不仅可以从上方向下进行刺激，还会从旁边伸出来。没想到这个货丑归丑，会的姿势还挺多。进入了2阶段，这是一个向下坠落的版面，让我想起了合金弹头6代的最终 BOSS。第1阶段也是常规的打法，第2阶段它就开始往下掉了，来到了第3关敌军基地，这里就致敬了魂斗罗初代第2关还有第4关的玩法，变成了一个纵深的卷轴。但毕竟是来到了 NDS 的平台，20年过去了，这个卷轴看起来立体感更强，同时也做出了子弹的纵深速度变化，所以躲避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武器的系统方面稍稍有所变化，现在可以保留2种武器。每种武器可以升级1次，升级的方法就是捡到同样的武器符号。除了大家在魂斗罗初代接触的常规武器之外，还能够捡到榴弹枪，还有跟踪枪。
分别用 C 和 H 来表示。其实这2种武器在1991年 GB 平台的魂斗罗里边就有登场，而且内部作品也增加了部分武器的升级。所谓部分武器就是 S 弹，咱们捡到1个 S 的话是3项，捡到2个就是5项，跟本作是一致的。另外，由于同屏的活动块可以显示的更多，所以 S 弹的显示方式和机制和初代有了明显的变化。第3关的 BOSS 战，这个 BOSS 也是老熟人了，来自于魂斗罗初代。第4关的 BOSS 分幻鬼戈德姆加。百合子选用的武器是一个 S 加一个 M。S 和 M， 果然会玩啊！我其实还有其他更加大胆的想法。我说的是武器方面 ，M 弹其实可以换成榴弹枪，因为本作榴弹枪的威力非常高，但是它的打击范围比较窄。所以你如果追求极致输出的话，对玩家的操作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你看我说的 S 和 M 是武器的事儿吧？你们想多了呀。第4关港口，这里面对的第1个小 BOSS 是小型导弹潜艇。它同样是来自于91年的 GB 版本魂斗罗，当时作为第1关 BOSS 登场。这个家伙实力不强，我最喜欢用跟踪弹来打他，因为他的很多武器是直上直下的，角度方面不太方便咱们进行射击。但如果你的子弹是跟踪的，就另当别论了呀。无敌这个道具的显示方面有所变化，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防御罩了。红白机的时候还是闪光。我其实更喜欢闪光的效果，靠了一个东西总感觉不舒服。版面上的这些小兵来自于魂斗罗2代，也就是超级魂斗罗的第4关。敌方的单位还有版面的拼凑和捏合，就注定本作的剧情不能搞得太复杂。本关前方还剩2场 BOSS 战，这2场 BOSS 实际上就是同一个 BOSS 的不同形态。出现了，体型比较大。本作里边它的名字叫做巨型导弹3000，要你命3000啊！但是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魂斗罗历史上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敌人，就是来自于 MD 平台的魂斗罗铁血兵团的第1关小 BOSS 超巨机器人。实际上他们2个是同一个系列，只不过现在是改良型，目前的型号能够发射更多的导弹。刚才这个地方其实非常难跳，能够抓手的地方判定很小，
对玩家跳跃的位置掌握要求的非常精准。而且大家注意，这种可以抓住的地方还不是始终展开的，它是有开合的。眼看着这个火箭从上升到下降要坠毁了呀！希娜这个时候不要被烧到啊，身上就这么点护甲，这如果都烧没了，可以试试啊。游戏嘛，总是有各种的玩法。只要能给玩家带来快乐，什么一命不一命、速通不速通的无所谓啊。这里就是 BOSS 的第二形态。BOSS 这个时候如果能投掷出来汽车，那真的是神还原了呀！打爆了一个手臂，这个 BOSS 还有另外一些称呼，比如说独眼巨人等等。现在他的独眼开始闪光了。这里的击毁画面是把 BOSS 的头打爆了。我记得世嘉 MD 平台的魂斗罗铁血兵团，最后把独眼巨人干掉的时候，他是像跳舞一样，不停的在抽搐爆炸。第五关海洋，本关是真的水上魂斗罗呀！而且本关可以忽略子弹在上下屏切换时候的改道现象，可以解释成折射呀。百合子的打法真的是稳健，但是他也喜欢加一些私货，比如刚才大家应该也听见了，人物在拾取武器的时候，他把合金弹头的音效加进来。这个地方是一场小 BOSS 战，敌方飞出来的这些士兵叫做收割者，这里打的是蓝色的。其实它有很多种型号，可以使用不同的武器。紧接着就是本关的 BOSS 战了，一只巨型梭鱼。这条鱼为什么这么大呢？因为它是一只外星生物。其实如果是我打的话，我会用 S 弹来进行压制，不过那样的话会打得更久。M 弹虽然攻击力高一点，但是对自己的保护效果比较差。这就是艺高人胆大吧，反正我是不敢这么干。BOSS 激光眼的效果真的在水面附近发生了剧烈的折射呀，这个效果可以。打完。那好吧，这款游戏的流程比较长，本期时间差不多，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